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面相学是传统文化的一种，即看相识人，看相读人，在中国有着悠远流长的历史。透过观看一个人脸部所表现出的特征，不仅可以看出人的性格、心思、交际能力，甚至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运势。哪种面相的人天生命苦，难享清福，一生劳碌呢？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手掌平薄。一个人的手掌长得过于平薄，中间没有肉，一点凹陷都没有，则往往这样的人就算是有钱也存不住，自身也没啥大的财库，一生财库会比较薄弱。而且这样的人常常需要出苦力赚钱，日子过得比较奔波，往往劳碌一生，天生就没有存大钱的本事，日子只会越过越穷。所以最好的手相应该是手中有凹陷为最佳，不但能存钱，也能存财。二、脚掌纹路不清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掌纹路看起来非常不清楚，则说明此人的日子过得比较奔波，常年手里就没有啥大钱，而且他们往往赚的也都是一些辛苦钱，只能给别人打工，常年在外奔波劳碌，日子也是过得各种不如意，很难会有顺利的时候，所以他们的日子往往会非常奔波，需要一直走，把自己的脚底纹路都给走掉了。三、臀部削薄。一个人的臀部长得过于削薄，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屁股一样，则往往这样的人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非常不稳重，常常是有钱没钱都会胡乱的花销出去，而且他们往往喜欢依靠自己的意愿行事，一点也没有长久的打算，常常自己奔波劳碌一生，干啥都不会发达，天生就是辛苦相，日子比较辛苦，没有一个翻身的机会。四、命宫深锁。命宫就是我们两眉毛中间的位置，也就是我们的印堂处的位置。若是此处长有乱纹或是杂纹，则这样的人往往做事比较消极，总是喜欢胡思乱想，常常给自己的事业、婚姻方面带来各种的不如意。而且命宫深锁的人多半没有啥大的财运，日子过得各种不如意。一旦有眉毛侵入到印堂处的位置，则他们的生活自然也会经历各种挫折，难以稳定。五、声音带煞的人。人的声音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健康、气场和态度。如果一个人说话时总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，这种人大多肾气不足，身体素质比较差，整个人看上去也是无精打采的，缺乏活力，做事比较消极，思想比较懈怠，难有太大的成就。若是声音沙哑，听上去就像金属脆裂般刺耳的话，在相学中称为声音带煞。这种人大多内心自私且刻薄，很难相处，也不好沟通和交流，容易给人很大的距离感，寿元难长，即使能够发家也无福享受。六、走路不稳。一个人的走姿可以看出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风格。如果一个人走路比较慢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安逸，喜欢居于现状，上进心不足，而且性格方面犹豫不前，做事喜欢拖泥带水。走路太快的人大多性格急躁，做事没有耐心，容易冲动，一生劳碌。若是一个人走路东摇西晃，给人一种虚浮不定的感觉，这种人一般功利心比较重，但是做事不够踏实，务虚不务实，投机心理比较重，一生操劳，难有什么作为。七、眼角鱼尾纹繁重。鱼尾纹一词是指人眼角外侧眼尾处的皱纹，因其形状类似鱼尾巴，故有此名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眼角长皱纹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如果鱼尾纹长得过于杂乱，且数量也多的话，则说明这类人需要四处奔波劳苦，难成大事。并且如果鱼尾纹开花，则表示此人感情丰富，且婚姻多变，适合晚婚。结婚之后还要多注意收心，才能保证婚姻生活的稳定。八、枕头湿红。生活中若有人突然鼻头发红，便是近期要走好运的征兆。但是鼻头长时间湿红，类似酒糟鼻的话，
就不是运势好的面相，而是劳碌命的表现。因为准头处于财帛宫，长时间赤红不散，则是自身财气虚劳之兆。9. 脖子过长。脖子为连接头部和身体的纽带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、体魄和财运，其长短要与个人的身材比例相符为最佳。如果一个人的脖子长得较为细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争斗心和嫉妒心都比较强，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什么都要与别人争，与周围的人矛盾重重，人缘非常差，遇到困难时也没有贵人出手相助，容易错失很多机会，属于天生的劳碌命。10. 山根低陷的人。山根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祖业靠山、婚姻运势和中年发展。如果一个人的山根部位长得低凹无势的话，代表着祖业根基浅薄，出身一般比较平凡，人生的起点较低，缺乏家中的助力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争取，想要成功比较困难，事业发展不够稳固，容易经历很多的挫折和磨难，一生操劳不停。中年时期，事业和婚姻方面容易遭受重大的变故，很难有机会享受生活。除了以上10种特征外，我们的身体还有7颗劳碌痣，如果你有的话，一定要点掉。1. 肩膀有痣。肩膀有痣的人一生奔忙，操劳不断，就像肩负重担，为了生活而奔波辛苦，但收效甚微，日子过得很是艰难。早年的运势差，生活艰辛，命中无财，早早就要赚钱养家，祖业凋零，不能提供帮助，只能靠自己努力。此痣在面相中为恶痣，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欠佳，常常需要为钱奔波劳碌，很难有大的积蓄，辛苦一辈子也存不了大钱。2. 脖子左侧有痣。脖子为连接人的头部和身体的重要纽带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行动力和事业财运。如果一个人的脖子左侧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在相学中称为辛苦痣，尤其是对女人而言，影响更大。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智慧不高，判断力和行动力比较差，做事非常被动，挣钱特别困难，容易面临很大的家庭负担，在感情方面也会遭遇到很大的压力和挫折，生活劳碌而贫困。3. 脚背脚踝有痣。脚为人行走之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工作变动。如果一个人的脚背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在相学中也称为双足不停痣。长有此痣的人大多工作不稳定，内心不安分，非常爱折腾，但是做事总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很难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待着，工作变动比较频繁，事业非常不稳定，一生奔波劳苦。若是这颗痣长在脚趾的话，代表着东奔西跑不停歇，很难安定下来。而脚踝长痣的人也是如此，整天为了他人的事情操心劳神不断，很难有休息的时间，一生非常辛苦。4. 子女宫有痣。子女宫在下眼皮的隆起物上及卧蚕处，子女宫长痣为累痣。子女宫表示未婚男女的感情阅历或者子女的运势。好的子女宫多是丰满有光泽，隆起物有肉，不缺陷，儿孙满堂，子女运程福禄寿全，暮年运势自然强。在此处长痣为恶痣，表示恋爱男女的磨练多，或者运势不好，为人父母多劳累，难得清闲，一旦招惹了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，俗话说刚硬必折，所以这种人的一生也充满了不顺和灾难。5. 眉头有痣。面相中眉毛为保寿官，有曰看名在眉，说明眉毛主一个人从名利和人际关系。如果眉头有黑痣，则身败名裂，亲朋远离，严重者则有牢狱之灾，一辈子没有太大的成就，婚姻运势比较差，与妻子之间的争吵多，矛盾大，常常会因为钱财发愁，一辈子没有太大的建树，晚年孤寂无依，与父母兄弟的关系也非常不好，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。
6. 脸颊有痣。脸颊在面相上也被称为脸型，是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事业、感情的一个部位。一般脸颊上面长痣，说明此人路途不太顺利，总是有各种波折出现，而且没有贵人相助，很难摆脱困境。这样的人最好要单干，不要和别人合作，很难有赚钱的机会。疑心重重，自我观念严重，理财能力差，财运不旺。而且这种面相的女人情路不顺，命比较苦，不会体谅人，运势不好。7. 下嘴唇有痣。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对待感情、金钱和人际关系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唇部位长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非常有口福，比较贪吃，但是却非常顾家。不过这种人一般缺乏自信，对身体健康运势不好。不过这颗痣也是一颗典型的桃花痣，长有此痣的人，不论男女，大多异性缘非常好，桃花运比较旺盛，容易陷入到感情纠葛之中，一生劳碌，容易漏财，存钱比人来说，身上长痣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只要不是长在脸上或是身上显眼处，也就无所谓它怎么长。所以大多数人并不太关心这些痣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。相学上称，每一颗痣的出现或消失，都代表近段时间会有不平凡的事情发生，可能是好事，也有可能是坏事。若是善痣，则好运来临；若是凶痣，则祸事连连。今天大佬给大家介绍一些身上哪些痣是凶痣。1. 泪堂长痣。泪堂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子女运势与情感运势等，而一般在泪堂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苦命，生活运势比较差，天生就是劳碌命，自己个人的福气浅薄，也没有啥大的赚钱本事，日子多半都会比较辛苦。而且这样的人生下的孩子体质也会比较差，注定日子过得比较辛苦，一辈子都不得闲，儿孙也没啥大出息。2. 人中长痣。人中位于鼻梁下巴的凹槽处，也会连接嘴唇，而一般在人中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女人身体的体质差，也没有好的生殖能力，孩子的体质比较弱，个人的智力发育也不是特别的高，在事业上的成绩不好，而且这样的女人命中少子嗣，甚至连自己稳定的收入来源都没有，一辈子都会过得辛苦劳碌，注定发达不了，日子过得艰辛。3. 额头有痣。在相学中，一个人的额头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说明这样的人个人的智力发育比较一般，出生命苦，看钱看得比较重，目光短浅，只在乎眼前的一丁点的利益，所以这样的人注定都发达不了，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，没啥好的发展，而且天生就是劳碌命，若是想要得到成功，必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。4. 鼻梁长痣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等，若是在鼻梁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天生的运势比较差，命中无财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很难保证，而且也会对自己的婚姻运势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，最终一辈子的福气浅薄，日子也会越来越辛苦，难以过上富足的生活。5. 背部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背部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穷酸痣，而且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长有这样的恶痣，代表这样的人天生命比较苦，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劳碌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成功，而且这样的人没有啥好的才能，注定只能够过苦日子，没有啥好福气，甚至还会连累孩子，辈辈受穷。6. 下巴中间凹槽长痣。若是一个人在下巴的凹槽位置长有恶痣，则属于害病痣。一般有这样志向的人，身体的健康状况不是特别的好，平时的精力不足，需要不断的为金钱发愁，自己连稳定的事业也没有，收入也不稳定，甚至自己辛苦大辈子，连一点点的积蓄都没有，一生获得贫贱。
7. 眼白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女人的眼白位置长有恶痣，看起来非常的明显，则这样的女人心机重，个人的城府也会比较深，对自己身边的人心肠也会非常的坏。就算是之前对他们再好，一旦有一点的利益惹住他们，就一定会报复过来，简直就是白眼狼。婚后也不懂得持家，与全家人的关系都相处不好，连累丈夫众叛亲离，日后有困难也是自己扛，婚后的日子也会越来越难。8. 脸颊有恶痣。痣因为大小、位置、颜色不一样，所代表的意义也会大有不同。若是女人的脸上的痣相长得非常不端正，形状不规则，颜色也是暗淡无光，则这样的女人自身的福运比较差，对他们的财运、婚姻运势、福气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，一辈子都难以有大的成就。日后的生活经历的苦难也会比较多，福气差也会连累自己的伴侣受累，自己受苦，全家都倒霉。9. 嘴角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女人的嘴角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女人整日就没有大事，就喜欢说各种的八卦，天天在外边嚼舌根，让别人看见就害怕，只会连累丈夫的名声也会被败坏。常常说别人是非的人，自己也必定会是是非人。所以最终这样的女人婚后必定给自己的伴侣招惹不少的麻烦事，败坏家运，家财必定不幸，也会祸害孩子的运势。10. 发际处长痣。生活中一般痣长在脸上的比较常见，但如果一个人的痣长在发际线边缘，并且位于靠近日月角的地方，这个痣并不是什么好痣。有这种痣象的人大多命途不顺，并且这种人在中年时期容易遭受灾祸，特别是出行方面，可能是天灾或者人祸，即使躲过去，以后的运势也不会太顺利，并且这种坏的运势还会波及自己的家人，钱财不顺，事业难成，并且还有破财的危险。11. 胳膊长痣。胳膊上长痣是很少见的，但如果此处长痣，则说明其人一生操劳忙碌，很少有能享福的时候，并且这里的痣颜色越深，说明其人的劳累程度越大，在事业工作上很可能会努力工作而得不到足够的回报，一生碌碌无为，事倍功半。12. 臀部长痣。有些人的臀部会长胎记或是长痣，而相学中认为臀部上长痣的人命犯桃花，这种女人外貌比较出色，深受异性的青睐，但是比较遭受同性的排斥，身边的知己好友不多，大多是对自己有意图的男性。女人长这种痣很可能成为第三者，插足别人的家庭，最后的结果自然不可能会好。13. 迁移宫长恶痣。迁移宫位于额角的位置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太阳穴。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生活居无定所，常常容易搬家，或是与家人聚少离多，没有一个稳定的居住地点。所以一般这样的人常常为金钱发愁，自己也没有发大财的本事，收入不稳定，很难给家人提供稳定的生活，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。14. 脚背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背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劳碌痣。通常拥有这样恶痣的人，日子过得比较辛苦，常常是奔波中度过，就没有清闲的时候，一辈子都在为赚钱而奔波。但是这样的人自身的财运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很少有清闲的时候，生活的压力也会比较大。15. 小腿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小腿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常年需要在外奔波，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，尤其是与自己的缘分非常的浅，晚年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辛，身边也没有人伺候，日子过得凄凉清贫，享受不到亲情的快乐，一辈子都是劳碌命。有以上15种志向的人，一般都是辛苦劳碌命，但这也并不是说一定就是劳碌命。
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，志向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只要自身其他命理特征好，或者自身足够努力，也可以过上富贵享。上跑过来请教禅师，师父，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？禅师说，你到后花园搬一块大石头，拿到菜市场去卖。假如有人问价，你不要讲话，只伸出2个指头。假如他跟你还价，你不要卖，抱回来，师父告诉你，你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和尚抱块大石头到菜市场上去卖。菜市场上人来人往，人们很好奇。一家庭主妇走了过来，问石头多少钱卖呀？和尚伸出2个指头，主妇说2块钱。和尚摇摇头。家庭主妇说那是20元。好吧，我刚好拿回去加酸菜。小和尚听到，我的妈呀，1文不值的石头居然有人出20块钱来买，我们山上有的是呢。于是小和尚没有卖，乐呵呵地去见师傅。师傅，今天有一个家庭主妇愿意出20元钱买我的石头。师傅，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了吗？禅师说，不急，你明天一早再把这块石头拿去到博物馆去。假如有人问价，你依然指出2个指头。如果他还价，你不要买，再抱回来我们再谈。第二天早上，在博物馆里，一群好奇的人围观，窃窃私语：一块普通的石头有什么价值摆放在博物馆里呢？既然这块石头摆在博物馆里，那一定有它的价值，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。这时，有一个人从人群中窜出来，冲着小和尚大声说：小和尚，你这块石头多少钱卖呀？小和尚没有出声，伸出2个指头。那2个人说200元。小和尚摇了摇头。那人就说2000就2000元吧，刚好我要用它雕刻一尊石像。小和尚听到这里倒退了一步，非常惊讶。他依然遵循师傅的嘱托，把这块石头抱回了山上去见师傅。师傅，今天有人要出2000元买我这块石头，这回您总要告诉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了吧？禅师哈哈大笑说，你明天再把这块石头拿到古董店去卖，照例有人还价，你就把它抱回来。这一次师傅一定告诉你，你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。第3天一早，小和尚又抱着那块大石头来到了古董店，依然有一些人围观，有一些人谈论这是什么石头啊，在哪出土呢？是哪个朝代的呀？是做什么用的呢？终于有一个人过来问价，小和尚，你这块石头多少钱卖呀？小和尚依然不声不语，伸出了2个指头。2万元！小和尚睁大眼睛，张大嘴巴，惊讶地大叫一声：啊！那位客人以为自己出价太低，气坏了小和尚，立刻纠正说：不，我说错了，我是要给你20万元。20万元！小和尚听到这里，立刻抱起石头，飞奔回山上去见师傅，气喘吁吁地说：师傅，这下我们可发达了，今天的施主出价20万元买我们的石头，现在您总可告诉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了吧？禅师摸摸小和尚的头，慈爱地说：孩子啊，你人生最大的价值就好像这块石头，如果你把自己摆在菜市场上，你就值20块钱；如果你把自己摆在博物馆里，你就值2000元；如果你把自己摆在古董店里，你值20万元。平台不同，定位不同，人生的价值就会截然不同。这个故事是否启发了你对自己人生的思考？你将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呢？你准备把自己摆在怎样的人生拍卖场上去拍卖呢？你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怎样的人生舞台呢？不怕别人看不起你，就怕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。谁说你没有价值？除非你把自己当作破石头放在烂泥中。没有人能够给你的人生下任何的定义，你选择怎样的道路，你将决定你拥有怎样的人生。说得太好了，受教为什么一个老板再难也不会轻言放弃，而一个员工做得不顺就想逃走？为什么一对夫妻再吵再大矛盾也不会轻易离婚，而一对情侣常为一些很小的事就分开了？说到底，你在一件事儿、一段关系上的投入多少，决定你能承受多大的压力，能取得多大的成功，能坚守多长时间。冯仑说，伟大都是熬出来的。为什么用熬？因为普通人承受不了委屈你的承受。普通人需要别人理解、安慰、鼓励，但你没有。普通人用对抗、消极、指责来发泄情绪，但你必须看到爱和光。
在任何事情上，要学会转化消化。普通人需要一个肩膀，在脆弱的时候靠一靠，而你就是别人依靠的肩膀。孝庄对康熙说：“孙儿，大清国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千军万马，最大的危机是在你自己的内心。”弟子问：“师父，你有时候打人骂人，有时又对人彬彬有礼，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？”师父说：“对待上等人直指人心，可打可骂，以真面目待他；对待中等人最多隐喻，他要讲分寸，他受不了打骂；对待下等人要面带微笑，双手合十，他很脆弱，心眼小，只配用世俗的礼节对他。你受得了何种委屈，决定你能成为何种人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老换游泳池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一个不会做事的人，老换工作是解决不了自己的能力的。一个不懂经营爱情的人，男女朋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一个不懂经营家庭的人，怎么换爱人都解决不了问题。一个不学习的老板，绝对不会持续的成功。一个不懂正确养生的人，药吃的再多，医院设备再好，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是一切的根源，要想改变一切，首先要改变自己。学习是改变自己的根本。其实你爱的是你自己，你喜欢的亦是你自己，你爱的你恨的都是你自己。你变了，一切就都变了。你的世界是由你创造出来的，你的一切都是你创造出来的。你是阳光，你的世界充满阳光；你是爱，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；你是快乐，你就是在笑声里。同样的，你每天抱怨、挑剔、指责、怨恨，你就生活在地狱里。一念到天堂，一念下地狱。你心在哪儿，你成就就在哪儿。人生最大的价值不是模仿别人，而是完善自我。只有成为自己，才能做生活真正的主角。只有成为自己，才能拥有幸福和快乐。梅花自有梅花的神韵，牡丹自有牡丹的资质，丁香自有丁香的芬芳。而每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阳光和土地。如果你是一块鹅卵石，就不要抱怨不能成为一块美玉；如果你是一泓清泉，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壮丽；如果你是一弯月亮，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光芒。因为成为自己，做真正的自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自己身上的魅力，别人是不具有的；自己身上的气质，别人是不具有的；自己身上的特点，更是别人不具有的。不要轻视自己，也不要随便的否认自己。尽管自己很平凡，要知道平淡中孕育着奇迹。每个人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，只有你充分的相信自己，你同样也能创造了不起的佳绩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一匹骏马，就绝不能满足蜗牛的步履；假如你只是一只鲲鹏，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；假如你是一尊金佛，就绝不能满足于门神的位置。要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，去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成绩。我们不能仅仅满足自己的现状，要去挑战一个又一个极限，这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坚强。看似一棵松柏在寒风中依然挺拔，要似一株腊梅在风雪中依然傲立，要似一颗泵在磨砺中依然明亮。成为自己，在生活中挑战，在生活中磨砺，在坚强中成长。自己就是自己，没有人能代替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也许你并不真正的了解自己。小草虽弱，却有野火烧不尽的顽强；春笋虽弱，却有石破天惊的坚韧；山溪虽浅，却有直奔大海的意志。别小看自己，因为自己身上的无穷潜力，只有自己才能发挥出来。就让我们成为自己，做真正的自己，不要跟任何人比，就只跟自己比。超越自己，就是战胜了别人。让我们用心去营造新的人生，生命因成为自己而变得精彩，也正因做真正的自己而更加充实。让我们用真诚的心去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乐章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。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